亲爱的，我老公马上就要下班了，你还特意跑我家里来找我，不怕被我老公发现吗？哈哈，你老公不过是废物一个，他看到了又怎么样？我随便一只脚就能踩死他。再说了，你身上的所有花样我都玩过了，正好让他回来看着我们，这样才刺激。你好坏，不过我喜欢。王优秀下班回来，听到了卧室里传出来的声音。这一刻，王优秀怒火中烧，他一边冲向卧室，一边回想到了自己失败的一生。10年前，王优秀年纪轻轻的就成了县委办的秘书科骨干，并且深得县委办主任的器重。只可惜好景不长，王优秀任职不到半年，他的顶头大领导县委书记就因为贪腐被拿下去了，直线领导县委办公室主任也被一同拿下。最终，王优秀也受到牵连，被调离县委办，塞到了最没权力的部门气象局。从此以后，他便开启了抑郁不得志的一生。卧室里的景象灌入王优秀眼帘，王优秀因为极度的愤怒，浑身开始颤抖。随着视线移动，王优秀看清楚了妻子杨雪出轨的对象郭子达。就在王优秀伤心欲绝之时，妻子杨雪反应过来。郭子达看到杨雪的反应后，不由得笑了笑。你怕什么？这个废物来了正好，咱们当着他的面玩。哈哈哈，你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你是怎么伺候我的。杨雪还是有些不习惯，顿时怒斥王优秀：废物，你还有脸回来？给我赶紧滚出去！为什么？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你竟然要背叛我？这些年我对你掏心掏肺，给你当牛做马，你都不懂得珍惜吗？你一个被贬到气象局，已经提拔无望的小科员，怎么满足我？像你这样的窝囊废，根本就配不上我。我的男人必须要像他一样，身居高位，年轻有为。好，既然咱们都把话说开了，那我今天就和你离婚。行，我们赶紧离婚。我早就不指望着跟你这个废物过日子了。而郭子达却摇了摇头，对着王优秀戏谑道：我不同意你们离婚，我这人就喜欢人妻，还有让你老婆给你戴绿帽子，我特别觉得有成就感。郭子达说着杀人诛心的话。王优秀听着郭子达的话，肺都要气炸了。面对此等羞辱，王优秀直接迈开脚步就冲向了郭子达。郭子达当即抓起窗地上的花瓶砸在王优秀脑袋上。王优秀，你现在知道自己有多卑微了吧？10年了，我不妨告诉王优秀，你和我女儿订婚后就算是走在一起了，以后你我也是一家人了。你出生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村人，你和我们杨家的差距太大了。为了给我女儿一份保障，你把这份婚前财产协议书签了。如此说着，杨海平将一份协议书推了过来。王优秀轻吸一口气，他为自己曾经的懦弱感到愧疚。上一世，我本以为能够靠上杨海平这棵手握实权、副处级的大树，所以就忍气吞声地签下了这份协议。也正是因为如此，杨海平越发觉得我软弱可欺，好拿捏了。王优秀，你没得选择，你也知道，你和我们杨家门不当户不对。其实我根本就不看好你和我女儿的这门婚事，但我杨海平为人开明，一向都尊重女儿的选择，所以我才会答应让你们订婚。可即便这样，也不代表我就认可你了。我希望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杨海平严肃地说着。王优秀看向杨海平，淡淡说道：我后悔了。你说什么？抱歉，这门婚事我后悔了，我拒绝和杨雪订婚。王优秀，你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我突然觉得你女儿杨雪配不上我，所以这门婚事我不要也罢。放肆！王优秀，你可知道你什么身份？我又是什么身份？是谁给你的胆，敢在我面前如此大言不惭？看来我今天很有必要教教你，以后应该怎么夹着尾巴做人了。王优秀笑笑，锋锐如刀的视线直逼杨海平。这一刻，书房里的火药味异常浓烈。我王优秀不过是县委办秘书科的一个小科员，而你杨部长贵为县委常委又兼县委组织部部长，乃是副处级的干部。哼，你知道就好。看来你的头脑还算清醒。你一个农民家庭出来的底层喽啰，和我杨家相比，差了10万8千里。我女儿能够看上你，那是你祖坟冒青烟了，更是你的福气。但可惜你既然不识时务，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杨部长，即便我现在的身份和你有不小的差距，但你的女儿也依然配不上我。从今往后，就连你杨部长都只有仰望我的份。听着王优秀的豪言壮语，杨海平脸都绿了，瞪着王优秀咬牙切齿道：小子，你疯了吧？别看你现在在县委办工作，但从骨子里看，你还是个臭农民。像你这种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垃圾，你有什么底气来和我叫板？我自然有我的底气。行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咱们以后走着瞧。话音落下，王优秀就不再停留，转身直接离开杨海平的书房。好一个狂妄自大的狗东西！以后有我在县委的一天，我就会让你在县委办待不下去。小杂种，你将会亲身体验到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绝望。更何况我官比你大几级，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再起来了，我踩死你了！杨海平并没有放狠话，
他说的只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杨海平气愤地从书房里走了出来。看看你自己找了一个什么货色，我真是瞎了眼，才会让他踏进我杨家的大门。爸，你别生气，依我看，王优秀是吃错药了才敢和你这么说话的。以前他来我们家可都是唯唯诺诺的，甚至我对他打骂，他都不敢多说一句话，他比一条哈巴狗还要听话呢。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也想当官，我有100种办法让他在体制内混不下去。像他这种不懂规矩的垃圾，就让他滚回老家种地去吧。一旁，杨雪的母亲刘凤梅风韵犹存，打扮得花枝招展。王优秀这个乡下来的泥腿子，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他哪里配得上我女儿？像我女儿这样的干部子女，也只有高干家庭出来的子弟才配得上。雪儿，你可千万别难过，你和王优秀那个穷酸货分了也好，县委里的优秀青年，又或者市委里面的，妈都给你托人介绍。气死我了！王优秀这个臭屌丝真是吃了雄心豹子，简直大逆不道，要悔婚也是我来悔。他一个臭农民，凭什么主动跟我提？当即他望向杨海平，恳求道：爸，你不是县委里的大领导吗？你一定要好好的收拾收拾王优秀，我要让他在县委寸步难行，然后再亲自跪在我的面前道歉。听着女儿的话，杨海平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拿起手机拨出电话。钱科长，我现在给你吩咐2件事。第一件，我刚刚和县委办秘书科的王优秀同志谈过话，我能感觉到他的政治方向很有问题。像他这种党性不良、品行不好的同志，可能会贪污腐败，搞权色交易。为了杜绝这一现象，也为了咱们的队伍干部建设着想，你现在就去对接县委纪委那边，务必要对王优秀进行严格的调查。听好了，千万不能因为王优秀和我女儿有特殊关系，你们就网开一面。越是如此，你们越要遵守党纪，严格走党里面的程序。杨海平故意提点手下，要善于利用身边的资源，灵活办事。第二件，王优秀的小姨名叫孙倩茹，是咱们白云县的本地女企业家，她的名下注册有一家药企希望药业。在这个唯利是图、恶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希望药业会不会涉嫌售卖假药呢？你马上让相关部门的同志去对接药监局，让他们出面好好的查查，一旦查出问题来，该封的封，该抓的抓，这2件事的影响都会极其恶劣，咱们一定要严肃对待。我们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就千万不能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人民的安全和财产，我们要放在第一位。这一刻，杨海平这个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展现出了凌厉又果断的一幕。王优秀从杨海平的家里离开后，回到小姨家。客厅里除了小姨、小姨夫和表妹外，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王优秀眼睛一扫，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董文翰，他也算是1号风云人物，年纪轻轻就坐拥着一个房地产公司，身价过千万，乃是白云县本地知名的青年企业家，并且他父亲是县直单位发改委的主任，也是名副其实的官二代。最近一段时间，这董文翰似乎正在追求表妹白静轩。这时，小姨孙倩茹看到了王优秀，她有些惊讶道：优秀，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事情都办好了吗？小姨，今天的事一言难尽，我和杨雪没有订婚。什么？没有订婚？优秀，这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小姨，这件事我以后和你说。孙倩茹愣了愣，然后反应过来，没事，不管发生什么事，小姨我都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支持你，保护你。孙倩茹拍了拍王优秀的肩膀，以表示对他的安慰和鼓励。旁边，白静轩全程没有发言，他看了看王优秀，开始在心里叹息起来。王优秀性情秉直，从不会玩左右逢源、虚头巴脑那一套。就他这种臭屁性格，怎么在官场混？这年头当官想要被提拔，要么家里有背景，要么自身很会来事，可以把领导吹捧得开心。但可惜这2样官场的必备素养，王优秀都没有。他今天订婚没成功的结果，我并不意外。与此同时，王优秀的小姨夫白婷脸上露出了一抹玩味和幸灾乐祸。他对王优秀从来都没有什么好的印象。董文翰见状，当即笑着说道：杨部长家大业大的，人家择婿的标准挑剔一点也是正常的，能配得上杨部长女儿的，那都是万里挑一的麒麟之才。优秀大哥，你的确很优秀，但和杨部长家的千金比起来，还是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你今天没有成功订婚，并不丢人，你要想开一点。毕竟你也勇气可嘉了，连杨部长的女儿都敢追求，这要是放在我身上，我都觉得我自己是癞蛤蟆了，幻想着吃白天鹅呢。董文翰表面上看着在安慰开导王优秀，但其实句句带针，故意恶心他。董少年少多金，家里又有背景，的确是少见的青年俊杰。只是不知道董少是不是表里如一，万一董少私生活糜烂，在我们面前故意作秀，给我们演戏的呢？毕竟人心隔肚皮。王优秀直接毫不留情的回怼。董文翰闻言脸色有些难看。
一个毫无背景的小科员也敢和我瞎逼逼？王优秀，你是一点礼貌都不懂啊！人家董少爷那是看在我们家的面子上才指点你几句的，你应当谦虚接受，不然就凭董少爷的身份，人家都不屑于多看你一眼。的确，要不是看在小姨和表妹的份上，我都懒得和社会上的败类多说废话。一瞬间，董文翰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白婷皱着眉头，脸色也很难看。你胡说什么呢？怎么能平白无故的诋毁董少？别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感谢你，其实我只会更反感你。优秀，你今天也累了，赶紧回房休息吧。他生怕王优秀和董文翰的矛盾继续升级，所以便开始打圆场了。王优秀点点头，遵从了小姨的安排，回到自己的卧室。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找到可以抗衡杨海平的路子。思来想去，又结合上一世的记忆，王优秀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人来。唐淑仪，省纪委派遣下来，秘密调查白云县县委书记贪腐案的首脑人物。现在是8月份，唐淑仪秘密抵达白云县已经有4个月了，相信他手里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但根据我的经验来分析，他的手里应该还缺乏关键性的证据。10分钟后，王优秀将车子停在了迎宾酒店的门口。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辆车从酒店里开了出来。王优秀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开车的女人，就是她了。目送着唐淑仪的车子开出迎宾酒店后，王优秀迅速启动车子，然后跟上唐淑仪的车子。我和唐淑仪这个省纪委的高干能不能成功搭上关系，就看今晚这一撞了。于是王优秀唐淑仪从车上下来后，王优秀见状也赶忙跟着跳下车，跑到了唐淑仪的面前。你怎么开车的？直接给我追尾了，会不会开车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是我的全责，我一定会负责到底。这位小姐放心，我一定会将你的车子修复好。另外，经过我这一撞之后的车损损失费，我也会给你。听着这话，唐淑仪难免意外。在此之前，类似的交通事故，对方基本都是据理力争，想把责任推卸变小，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种肯痛快担下全责，又痛快提出补偿车损损失的。看着唐淑仪还是不说话，王优秀便又接着表态：这位小姐大可放心，我没有骗你，我刚刚说的那些条件可以全部兑现。对了，这是我的身份证，可以交给你拿着。另外，我在县委办秘书科工作，乃是公职人员，你完全能信任我，而我的这些信息，你只要报警了都能查到。王优秀尽可能让自己的身份信息丝滑地传递出去。果然，当唐淑仪听到王优秀在县委办工作时，顿时就来了兴趣。眼下我对县委书记的调查已经陷入了僵着，急需一个突破口。可即便如此，他还是把表情管理得很好，不动声色地接过王优秀的身份证拍了照。紧跟着，两人为了方便交涉，又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可以接受你的私了，但我有2个条件。第一，你负责把我的车子修复好就行，至于车辆的损失赔偿，我就不和你谈了。第二，你刚刚撞到我的车，已经吓到我了，我不敢再继续开车，你待会儿要负责送我去一个地方。很快地答应了。路上，王优秀为了不让唐淑仪起疑，便没有主动搭讪，只是安静地开着车。王优秀这个县委办的职员会不会是故意接近我，想套我信息的？不对，不可能，我来到白云县调查县委书记，乃是严格按照保密条款来的，除了省委几个核心领导外，压根就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唐淑仪想到这些就释怀了，她只当今晚的这件事纯属是一个意外和巧合。于是唐淑仪放下了对王优秀的戒心，率先开口道：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淑仪，乃是省城人，我到这里是想做点生意。你既然是本地人，又是政府的职员，应该知道一些本地的情况，不知道你们白云县的营商环境怎么样？王优秀闻言，眉头微微一动。唐小姐，我虽然是白云县本地人，也是县委口的人，但也没有必要刻意粉饰。我和你说实在话吧，白云县虽然是人口大县，但也是贫困县，财政一直很困难。如今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整座县城没有什么生机和活力，很不适合创业。一听这话，唐淑仪就满意的点点头。你说的话我会采纳的，谢谢你。随后她没有再继续发问，车里的气氛陷入了安静。这时唐淑仪收到一条短信，然后她语气有些急切，对着王优秀说道：送我回迎宾酒店。半小时后，当唐淑仪下车走进迎宾酒店，王优秀才发现唐淑仪的一个手提包遗落在车上。他下意识地拿起这个手提包，只觉得里面沉甸甸的，里面赫然有3叠红彤彤的钞票，竟然还打着封条。唐淑仪这女人果然不简单，连下次约我出来套话的契机都提前布置好了。我要是没判断错的话，这3万也是对我人品的一个考验。想必只有过了唐淑仪的这一关，我后续所讲的话才会获得唐淑仪的信任。想到这些，王优秀勾唇一笑，当即拿起手机拨通了唐淑仪的电话。喂，你找我什么事？唐小姐，你的钱包还在我车里。不好意思，我刚刚走神了，才把钱包忘记在你车里。
看来这王优秀还具备着拾金不昧的良好品德，当然也不排除他在我面前有故意表现的嫌疑。想到这些，唐淑仪便始终没法完全放下对王优秀的戒心，又说道：“王先生，今晚还要麻烦你一下，我现在没有时间下来。这样吧，你晚上10点后再联系我，我请你吃夜宵，你再把钱包还给我就行了。”可以，没问题。有点意思，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话音落下，他收敛表情，对着门外喊了一声：“小刘，你进来一下。”组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你马上去帮我查一个人，他叫王优秀，在县委办工作。我要知道他在大学时候的综合表现和在公务员考试中笔试面试情况，以及他工作最近1年的详细表现。好的，组长，我马上就去办。明天一早，这些信息都会做成文件交到你手里。王优秀回到小姨家，客厅里，小姨一家3口都在。优秀，咱们家里现在没有外人了，我想和你谈谈。你和杨雪今天没有订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难道杨家又刁难你了？杨家还刁难不到我。我今天之所以没有和杨雪订婚，那是因为我不答应。我瞧不上杨雪以及他们整个杨家。王优秀，你是大言不惭呢，还是在给我们讲笑话？你自己什么德行，心里没点数吗？我只是觉得杨雪还配不上我，而我王优秀未来会有更好的选择。这一下，小姨的嘴角抽了起来，表情彻底尴尬。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打在他手机上。孙总，大事不好了！就在10分钟前，药监局的人突袭了我们的仓库，他们在我们的仓库里竟然找出了很多发霉、有着安全问题的药材。此言一出，孙倩如娇躯一颤，瞬间变了脸色。白敬轩和白婷也都面面相觑。以我对小姨的了解，小姨对药品的质量要求是相当严的，她的药企仓库里绝不可能存在着发霉、有问题的药材。可现在这种事情却发生了，那恐怕只有一种解释，是杨海平出手了。好一个杨海平！既然你如此不讲规矩，那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付出惨痛代价。快走，我们去公司看看。敬轩，你赶紧给董少打一个电话。白敬轩点点头，立马掏出手机。可就在这时，孙倩如制止了他。敬轩，这个电话你先别打，等我们到了公司看看具体情况再说。倩如，你糊涂啊！药监局的人选择突袭我们的药企，那明摆着就是有备而来的。在如今这种局面之下，咱们的动作和反应都务必要快，只有在药监局对事情定性之前想办法，我们才能脱身。听着这话，孙倩如没法再反对。20分钟后，王优秀他们一行人来到了药材仓库，只见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药材仓库的大门给堵住了。助理赶忙向孙倩如和白婷介绍：“孙总、白总，药监局带队的那人名叫钟超群，你们和他交涉吧。”孙倩如和白婷快步上前，来到钟超群面前。干嘛？你想干嘛？哼，敢对国家公职人员行贿，信不信我让反贪局的人查你？白婷尴尬的笑过后，不敢再有任何举动了。钟主任，我是希望药业的法人，今晚的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也希望这是一个误会。你们这些人啊，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好了，你们自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你们的药材有没有问题。这般说着，他伸手指了指旁边地上堆放的几捆药材，正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和腐烂味。乔三，你是仓库主管，所有仓库里的药材都归你管，这到底怎么回事？孙总，这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听着这样的回答，钟超群明显不满意。他看着乔三，你们希望药业的清新健脑丸，今晚已经有好几个人吃出问题来了，现在都在医院里躺着呢。只要闹出人命来，那你们公司可就要担负刑事责任了。你要是撒谎，那就有包庇罪犯、有谋杀的嫌疑。闻言，乔三的脸色开始一变再变，最终咬了咬牙，果断道：“钟主任，我什么都说。其实这件事是孙总让我这么干的。为了降低药品的生产成本，孙总最近就开始改变经营公司的方案。他以极低的价格大量的收购发霉变质的药材，并且他还警告我不许将这些事情说出去，不然就让我从公司滚蛋。钟主任，看到这些违背良心也违法的事情，我本来是想举报的，但我不敢，我上有老下有小，很需要这份工作啊。”这一刻，乔三这位仓库主管全部都招了。孙倩如直接傻了，只觉得大脑里一片空白。乔三，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胡说八道？乔三，你竟然平白无故的诬陷我母亲，到底有什么目的？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面对问话，乔三都没有回应，他只是低着脑袋，根本不敢抬头对视。而这时，钟超群伸手拍了拍乔三肩膀：“好，很好，你倒是一个敢说真话、思想觉悟高的好公民。”乔三闻言，下意识身子一颤。好了，把孙倩如和乔三都给我带回局里问话。眼看着钟超群就要乱来，王优秀赶忙上前阻止：“你们最好别乱来。据我所知，药监局可没有将人带走问话的权利。”你倒是挺懂法的，可即便如此，你又能改变什么？
你们既然都是公职人员，那我希望你们按照程序来办事。傻子，程序和规则都只能限定你们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平头小百姓。说罢，钟超群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马警官，我这里遇到了一起制作假药的案子，现在需要你们过来配合一下工作。不一会，一辆警车就开进了希望药业。为首的男子正是钟超群在电话里沟通的那位马警官马林。钟超群迎面走过去，开始和马林简单的说明案件的过程。怎么样？我们现在的所有流程合法合规了吗？王优秀皱高了眉头，没有搭理他。钟超群越发得意了，挑衅道：从现在起，规则掌握在我手里了，咱们慢慢玩。希望药业涉嫌制造售卖假药，事关重大。现在我们有权带走希望药业的法人孙倩茹和相关涉事人乔三进行问话。2名警察朝着孙倩茹和乔三走了过去，看着眼前的阵势，孙倩茹只能选择配合，脚步迈开，走向警车。小姨，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回来。优秀，你不用担心，我行得正坐得端，不会有事的。之后，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下，孙倩茹和乔三被药监局和警局的人联合带走了。白敬轩心急如焚，像个无头苍蝇似的烦躁。你的顶头领导不是县委办主任吗？你能不能打个电话，让他帮我妈说说情？王优秀摇了摇头，当场回绝白敬轩，紧接着又补充道：表妹放心，不用我领导出面，我也能想到办法。听闻这话，白敬轩的心里又是一阵失望和心寒。王优秀唯一的靠山和希望就是那个县委办主任了，可他还放不下面子去求人，简直是装清高。单凭他自己能想出什么办法来？什么东西？你就别吹牛了，我们白家不养废物，以后你别死皮赖脸的住在我们白家了。行，我今晚就搬出你们白家，到时候后悔的只会是你们。什么玩意啊，连自己有几斤几两都不知道。嘲讽完王优秀后，白婷才对着女儿催促道：不能让警方和药监局的人将今晚的这件事提前定掉了，你要赶紧给董少打个电话跟进一下，现在咱们家只能靠这个董少了。白敬轩显然和白婷想不愉快了，他拿起手机拨通董文翰的电话。董少，我刚刚在电话里和你说的那件事，你落实的怎么样了？哎，我妈现在已经被警方的人带去问话了，我预感到情况会有些不妙。敬轩，你不用太担心，我会让我爸给阿姨想想办法的。我爸可是发改委一把手，正科级实权干部，就算要监局的局长，也得给我爸几分面子。在白云县这1亩3分地上，就没有我爸搞不定的人，摆不平的事。所以敬轩，你就放1万的心吧，等着我的好消息就是了。这一刻，董文翰整个人都透出一股意气风发，仿佛胜券在握。片刻后，董文翰来到书房。爸，今晚希望药业的事，你打听的怎么样了？我刚刚侧面问了一下你戴叔叔，根据他的说法，药监局今晚上之所以会对希望药业出手，那是接到了群众举报，结果药监局还真的在希望药业的仓库里发现了有问题的药材。今晚药监局在处理希望药业的这件事情上，一切都合法合规。爸，听你这么一说，白家是奸商了，一切都是他们自作孽嘛。董文翰随即想到一事，便说道：爸，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孙倩茹的外甥县委办的那个高材生王优秀，今天去了杨部长家订婚，可结果双方闹得有些不愉快，王优秀和杨家千金的那门婚事黄了。哦，我明白了，原来今晚希望药业所发生的这些事都是杨部长的意思。杨部长是在故意搞王优秀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啊。董文翰也不傻，他当即默认董光辉的观点，心领神会的连连点头。哎，白家这样的奸商太可恶了。爸，你放心，我以后会疏远他们，和他们保持距离的。白家既然是杨部长的打压对象，那他董文翰躲还来不及。而对于希望药业的这个话题，董光辉点到为止。咱们县府办的郭子达在市里的关系背景，你也很清楚，该怎么做就不用我教了吧？爸，这件事我早有安排，用不了几天，郭子达就会彻底站在我们这一边了。王优秀这边，随着孙倩茹被带走后，气氛就变得有些沉重。这人与人、官与官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哦，不对，像你这种货色还算不上官。哼，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少掺和，这样也省得为难你。王优秀一言不发，在眼前的这种局面下，不管他怎么说，都改变不了白婷和白敬轩对他的印象。当晚，王优秀就从白家搬了出来。现在我所有的希望都只能寄托在唐淑仪这个省纪委干部的身上了。只有我的权力大过杨海平，我才有自保亦或是保护亲人的底气。转眼来到晚上10点半，王优秀的手机响起，拿起来一看，是一个让他久等了的电话。唐小姐，你忙完了？抱歉，让你久等了。你若是方便的话，现在可以来迎宾酒店接我。行，没问题。20分钟后，王优秀和唐淑仪在一家大排档里落了座。王优秀一直都在留意唐淑仪的面部表情，让他欣慰和放松的是，这唐淑仪的身上并没有高干子弟的风气和架子。王优秀当即开始点菜。至于唐淑仪，她则是注意到对面
面的那家烧烤店似乎显得有些特殊，在整条烧烤街上，只有他们家的桌子和椅子摆到了外面的人行通道上，并且生意也相当火爆。那家烧烤店的味道很好吗？你怎么不带我过去？不等王优秀回答，老板娘就笑着说起了话。姑娘，你有所不知，那家店的烧烤味道很一般，而且还价格死贵。既然如此，为何那家店的生意还这么好？姑娘，一看你就是外地人，所以你才不懂得这其中的门道。那家烧烤店的老板，据说后台很硬，人家在县里都有着大靠山呢。我说出来你恐怕还不信，这家店摆在外面，强行占用了人行通道的椅子和桌子，还是城管的人亲自帮忙摆的。另外，你真以为去那家烧烤店的顾客都是单纯为了吃烧烤的吗？这家烧烤店的很多顾客都是有铁饭碗的在编人员，他们出现在这里，要么只是为了露个面，混个脸熟，以后好找人办事，要么就是为了还人情。王优秀来到黄伟办公室，黄伟面带笑意说道：经过组织部的研究决定，你以后就去环卫局上班了。咱们党员的工作可不分高低贵贱，反正都是为老百姓服务，所以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岗位并不重要，这件事情你不要有任何情绪。听着如此冠冕堂皇的话，王优秀在心里冷笑，这腐败分子黄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着一套背着一套，他倒是擅长。在我没有出事之前，黄伟每次都会给我画大饼，可如今在杨海平的打压下，这黄伟恐怕半句好话都没有替我说过。优秀，你和杨雪的事我听过一些，其实在你这次的调动上，我是和组织部交涉过的，要不然你也会被分配到最偏远的乡镇。黄主任，那我谢谢你了。行了，你去吧，不管在哪里都要好好干，你永远是我黄伟的兵，可千万别给我丢脸。放心，等以后有机会了，我还会把你调到我身边了。王优秀面对如此虚伪的人，只觉得恶心到家了。随即黄伟又叮嘱王优秀，考虑到你这次工作的突然变动，可能在思想上会有些抵触，杨部长还有些话对你说，你去找他一下吧。于是王优秀来到了杨海平办公室。怎么样？现在知道我手里的权力有多大了吧？我早就说过，你一旦得罪了我，就没法在白云县的官场里混下去了。只要我杨海平还在白云县主持工作的一天，就能像踩一条臭虫一样的踩着你。有什么招数你尽管冲着我王优秀来，可你使用下三滥的手段对我小姨下手，算什么男人？只搞你一个人，那有什么意思？你放心，你身边的人都会因为你的狂妄和无知付出代价。当然，我杨海平向来度量大，最不屑于和一些阿猫阿狗一般见识。这样吧，你先在我面前跪着道个歉，然后再去给我女儿磕个头，赔个罪，我就可以饶了你这一马。王优秀上前几步，那锋锐如刀的视线紧紧盯在杨海平身上。杨老狗，别说你还不是白云县的天，就算真如此，我也有胆量把你捅了。你放心，用不了多久，你就会为今天的一言一行感到后悔。到时候，就算你跪在我的面前忏悔，都会于事无补。好，很好，你有种，给你跪下道歉的机会你不珍惜，那等着去哭吧。彼此。你真是一坨垃圾，我女儿当初瞎了眼才会看上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王优秀带着深意看了一眼杨海平，然后默默离开。当即杨海平就拿起电话拨了出去。钱科长，希望药业制造并售卖假药的这件事，你要时刻跟进一下，我就怕希望药业的这些假药闹出人命来啊。咱们是人民选出来的干部，要对人民群众的安全负责。部长放心，希望药业制造并售卖假药的这件事，我一定会全力跟进，因为我也是受害人。我奶奶也吃过希望药业售卖的那些假药，现在精神都出了问题。部长，我待会儿就沟通胡局长，让他抓紧时间来办案。杨海平很是满意钱科长的机灵，意有所指道。钱科长，我没想到你奶奶在希望药业的这件事里也深受其害。这样吧，你放心去做这件事，我会全力支持你。另一边，王优秀出现在环卫局副局长张彪的办公室，只见4个中年男子正在热火朝天地打着小牌。几位领导好，我是王优秀，从县委办调到这里来工作的。眼前这4个体制里的蛀虫只顾着打牌，没有人搭理他，他们聊的话题也是不堪入耳。昨晚帮我按脚的那个千福足道88号技师就很不错啊。那个技师我也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怎么就这么一点追求，在我张彪的手下做事，你们也太丢人了。足浴城的那些小姐有什么好的？局长，你的社会地位就摆在那，美女见了你都是主动投怀送抱的，我们这些穷逼怎么能和你相比呢？就是，局长大权在握，有气度不凡。这一刻，办公室里刮起了拍马屁的风暴，直到半小时后，张彪才慢吞吞地瞥过王优秀，问道：“你谁啊？”不等王优秀说话，清运队队长宋军就笑眯眯地开口道：“局长，这就是县委组织部今早分配到咱们环卫局里来的政法大学高材生，以后就让他管厕所吧。”高材生，这恐怕是个水货吧？
要不然怎么会分配到咱们环卫局来？局长，我小舅子就在县委组织部，听说这小子是公务员考试的笔试面试第1，但却是个书呆子，只会读书，没有任何能力。这不组织部特意把他调到咱们环卫局来重点培养。我就说嘛，书读多了有屁用，咱们这些大老粗混官场不也同样风生水起？从今天开始，振兴街一条线上的厕所都归你打扫了。局长，看在他是新人的份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这样吧，我现在名下所管辖的复兴街一条线也让给他来干。话音落下，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哄堂笑声。没问题啊，咱们新来的干部就要着重培养，多干活是好事，也是咱们这些前辈对新人的照顾。小子，听到了没有？以后复兴街和振兴街2条线的厕所都归你来打扫了。此言一出，办公室里所有人看王优秀的表情都充满了幸灾乐祸。诚心欺负我吗？面对王优秀的质问，副局长张彪挑起眉头，玩味地说道：“老子我就欺负你了，你现在才看出来啊？”风水轮流转，在官场里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欺老不欺少。你对今天的做法就这么有把握？狗屁！你少拿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吓我，我今天就和你挑明了，你是上面钦定的小绵羊，上面让我好好的照顾照顾你。行，咱们走着瞧，以后只要环卫局踩不死我，我就弄死你。副局长张彪愣了愣，被王优秀身上的风轻云淡给唬住了，但随即他就勃然大怒：狗东西，看到你这么狂，我就放心了，等着有你好受的。你放心，在我手底下工作的未来10日里，你如果不每天哭着，我就跟着你姓。接下来，他来办理岗位的入职手续。办公桌边坐着一个50来岁、头发花白的男人，正是环卫局负责人事以及后勤的工作人员侯天福。小伙子，在你进入我这个办公室之前，我就接到我们张副局长的工作指示了，你还是找找关系吧，要不然我们张副局长会变着花样的刁难你，你以后在我们单位很难待下去。哎，我家里的娃和你差不多大，在外面上班也是四处碰壁，你现在的遭遇我几乎可以感同身受。谢谢。接下来，侯天福也没有和王优秀再多说什么，他麻利的给王优秀办好了入岗手续。好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环卫局正式的一员了。我给你说一下工作安排吧，这也是我们张副局长的意思。振兴街和复兴街这2条城市干道上的街道卫生和公厕卫生都归你管。另外，这是这2条线上的环卫工名单，你以后领导着他们干活就行了。王优秀点点头，随后他前往办公点。各位大爹大妈，以后复兴街和振兴街这2条线上的工作就归我管了，还望你们能多多支持一下。我知道你们每天的工作也是很累的，若是有机会的话，我会给你们申请补贴。什么情况？今天新来的这个领导比以往的那些都好相处啊。紧跟着，王优秀开始了工作分配。刚刚我已经把振兴街和复兴街这2条城市干道走了一遍，上面还有很多地方残留垃圾。现在我想拜托大家再将这2条街上的卫生打整一遍。随着王优秀话音落下，竟然没有一个人行动，他们仿佛压根不受他指挥。各位大爹大妈，还有什么事吗？你好，我们在刚刚来的路上都接到环卫局领导的电话了，环卫局的领导已经明确给我们说过了，我们这些人可以带薪休息1个周呢。听着这话，王优秀皱起眉头。我懂了，这就是副局长张彪给我玩的小把戏，故意恶心我呢。意思很明显了，以后复兴街和振兴街这2条街道上的卫生就让我自己来搞了。哼，这种欺负人的事，我怎么能让他如愿？大爹大妈，你们误会了，以后你们的工作是由我来安排。现在既然是上班时间，那你们就要把工作做好。你谁呀？我们刚刚接到的电话里都说了，这是局里副局长给我们的工作福利，你凭什么对我们进行剥夺？哼，看你这么年轻，肯定不是当官的，我们要听副局长的话。切，就是，连你都是你们副局长管着的，你凭什么临时更改你们领导的话？好了，咱们都别扯平了，赶紧回家吧，我还要带孙子去呢。说罢，这2个大妈就带头准备走了。见此场景，王优秀直皱眉头。也就在这时，一位大爷柳旺才站了出来，呵斥道：站住！你们俩都给我站住！你们怎么好意思不干活就离开？想在家里躺着就拿工资，你们的心里过意得去吗？刘老头，你装什么好人呢？你想傻不拉几的干活，你自己干就是了，可别带上我们。真是的，装烂好人呢。谁不知道环卫局的副局长是这小子的顶头上司？人家副局长都发话了，这小子还凭什么来对我们指手画脚？最后的几句话让柳旺才没法接了，重重哼了一声。柳旺才说道：好吧，你们俩赶紧走。对了，有不愿意干活的都可以走，谁愿意干活的可以跟我一起留下。结果5名环卫工当场就走了3个，只留下2个，分别是柳旺财和他的一个老哥们王铁军。随后柳旺财和王铁军都拿起了扫帚，突然一辆面包车骤然在2人的面前停下。
好啊，真是2个胆大包天的老东西，竟然敢不服从咱们张局长的安排。从现在起，你们这个月的工资没了，另外后3个月的工资也要减半。此言一出，刘旺财和王铁军身子一震，脸色惨白无比。领导，我错了，您要打要骂都行，别扣我工资行吗？行啊，既然是求人，那就要拿出求人的态度来。扑通一声，王铁军这位老人直接含着泪跪了下去。领导求您了，算我求您了，我真的不能没有工资。这还差不多，只是你虽然求我了，我也不一定就要给你面子。这样吧，就继续按照我刚刚对你的惩罚来执行。听闻这话，王铁军身子又不受控制的颤抖了起来。他没有想到，他都下跪了，这些人还不肯通融一下。宋军也没有任何的同情怜悯之心，双手环抱在胸前调侃道：王队长，你刚刚的惩罚是不是有点轻了？要不他们半年的工资都减半充工，怎么样？哦哟，半年这也行啊，反正才扣几千块钱充工，这都是小事。刘旺财暴脾气上来了，直接瞪着王朝说道：你们欺人太甚，我要上访举报你们。老家伙，你很天真啊，你要是想举报我，那我欢迎你去信访办和县纪委，哈哈哈，也不怕告诉你实话，无论信访办还是县纪委里都有我们的人。你真以为我们张局长在白云县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是白当的？他的庞大关系不是你们这些瘪三能够想象的。这一刻，王朝很是嚣张，及其目中无人，柳旺财气得浑身发抖。老东西，我一眼就看出来你很不服啊！既然如此，你这个月的工资别想拿了，全部充公。另外，从下个月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记住了，是我王朝把你开除，让你滚蛋的。柳旺财脸色铁青，身子如遭雷击，悲痛之余，顿时泪流满面。一旁，王优秀冷着脸站了出来，把地上还跪着的王铁军拉起身。今天的所作所为，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哟呵，小子，你算哪根葱啊？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跟我们在这装逼呢？有趣，太有趣了，这是我听过本年度最好笑的笑话了。什么玩意啊？我倒是想看看，你能让我们付出什么代价？有张副局长做靠山，我们哪天不是好烟好酒、足疗和唱歌，纸醉金迷的？你在找死，我敢保证，以后在环卫局工作的每一天都将成为你的噩梦。话音落下，王朝和宋军都刻意的看了王优秀好几眼，脸上的残忍和戏谑不言而喻。片刻后，宋军和王朝两人坐上公家的面包车绝尘而去。两位大爷放心，我可以给你们100%的保障，你们这个月的工资会一分不少的下发到你们手里，并且宋军和王朝所欠你们的公道，我会替你们讨回来，这个时间也不会很久。两人对视一眼，低下了头。王优秀看破两人的心思，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安抚道：两位大爷，你们今天就先回家吧，明天早上继续过来上班。两人默默点头。中午12点整，刻意换上环卫工作服的王优秀在迎宾酒店对面的一家饭店里见到了唐淑仪。你干嘛呢？怎么穿了这身衣服？我现在在环卫局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大街和清洗公厕，这是我的工作服。一听这话，唐淑仪就惊呆了，难以置信地问道：你没跟我开玩笑吧？这也太荒唐了。唐小姐，我哪能拿我自己的前途来和你开玩笑？你以前和我说过你是在县委办工作，怎么突然就去了环卫局？这究竟怎么回事？王优秀等的就是这个诉苦的机会，当即苦大仇深地讲述起来。我今天一早就被调离了县委办，分配到了环卫局，以后我也算是彻底的深入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了。王优秀以自嘲的方式进行开场白，唐淑仪立马就察觉到了什么，直接问道：你得罪谁了吗？见王优秀不说话，唐淑仪也没有继续追问，而是换了一个话题询问起来。你既然也是体制里的人，那我想听听你的实话，你恨那些手中握着权力却肆意妄为、胡作非为的官员吗？听到这话，王优秀啪一拍桌子，整个人显得无比的愤怒，咬牙切齿道：哼，我怎么能不恨这些体制里的蛀虫？他们这些人的手里都握着权力，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可他们这些人哪个为人民办实事了？如今权力成了他们敛财和欺压底层百姓的工具，这是何等的悲剧啊！好，很好，你果然很有志气和抱负。这样，我今天也和你摊牌谈谈。其实我是省纪委的人。说着，唐淑仪从手提包里取出了工作证件。王优秀虽然不动声色，但内心里已经充满了狂喜和激动。事到如今，唐淑仪既然选择和我摊牌亮明身份，那就意味着我完全得到唐淑仪的信任了。王优秀赶忙拿起唐淑仪的工作证件观看，立马就装出一副吃惊和难以置信的样子。这怎么可能？唐小姐，你不是来白云县做生意的商人吗？怎么突然就成了省纪委的干部？实不相瞒，我这一次之所以会来白云县办案，那是因为接到了举报。在举报信里，我们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消息：白云县委书记涉嫌严重贪赃枉法，严重收受贿赂。省委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所以临时抽调省纪委的干部组成临时小组，负责调查白云县委书记的贪腐问题。很有幸，我成了这个调查小组的组长。看着王优秀不说话，唐淑仪便又主动切了话题。你之前不是在县委办工作过吗？对于腐败问题，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反馈的？
有，当然有。只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录音笔，这是我最近录的一些信息。我本来打算将其交给市纪委的，但恰好遇上你了，就干脆就给你吧。唐淑仪眼睛亮了，没想到王优秀会在这时候给他提供一些关键的信息。唐淑仪拿起录音笔，一段段话语飘出，落入唐淑仪耳朵里。当听完这几段对话之后，王优秀分别给唐淑仪做出录音笔里的人物补充，好让唐淑仪知道这些话都是哪些干部说的。听完录音后，唐淑仪的脸色已经变得十分难看。岂有此理！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我万万没有想到，白云县的这些干部不仅仅贪污，而且还嚣张跋扈、无法无天，到了这种地步。你手里还有其他干部更多的线索吗？其他干部的线索，我暂时还没有掌握。不过有一个情况，曾经我的顶头上司县委办主任黄伟，其私生活并不像他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这般纯粹。我晚上可以带你到他秘密活动的地方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有所突破。好，我相信你能给我带来奇迹。就你刚刚给我提供的那些信息证据，就已经是大功臣了。对了，问你个私人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有机会的话进入省纪委工作？唐淑仪直接开门见山，打起了招揽王优秀的主意。王优秀听出唐淑仪话里话外的意思，他心里无比激动，但嘴上还是谦虚起来。省纪委这种部门离我太遥远了，我想都不敢想。另外，我的能力有限，可不敢由此奢求。行不行，只有试过了才知道。现在的关键是你对自己有信心吗？我本来按照原定的计划是打算向省委组织部推荐，让王优秀去省委办公厅里历练历练，等到时机成熟了，再把他下放到地方，好放开手脚的施展才能，也更方便的为百姓做实事。但现在我不得不调整一下方案了。如今王优秀被调离县委办，安排到环卫局，若不出意外的话，他的仕途已经到头了。刚好我身边也缺一个熟悉本地且头脑又好使的助手。王优秀听着唐淑仪的话，没有着急表态，他做出了思考的样子。唐淑仪还以为王优秀是压力过大了，便疏导起来。我记得你之前和我说过，你想踏踏实实的给百姓做点事，难道那只是口头上说说的口号而已？不，当然不是口号，我说的那些都是肺腑之言。很好，是你的真实想法就好，我现在想听听你的决定。唐淑仪望向王优秀，这次她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身为人民的党员群众的干部，我服从组织安排，只不过我就算想进入省纪委工作，那得需要省委组织部的同意才行啊。放心，这都不是事，你不用操心进入省纪委的这件事，我来给你想办法。听着这话，王优秀内心狠狠一震，他终究还是低估了唐淑仪的背景。唐淑仪想到后面的工作安排，便接着说道：王优秀同志，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同事了，我和你坦诚说说吧，因为我们工作的急切性和保密性，你的调令和人事安排要暂缓一段时间，希望你能沉得住气。行，唐组长，我听你安排。唐淑仪微笑着站起身，那走吧，我今天就带你回迎宾酒店熟悉一下相应的工作。10分钟后，王优秀跟着唐淑仪来到迎宾酒店。高书记、魏局长，这位王优秀同志也是我们省纪委的同志，以后的工作里还请你们2位尽力配合。说罢，唐淑仪转向王优秀，介绍他面前的这2人。唐组长和王主任都是年轻有为的省委干部，你们能为白云县的反腐工作发光发热，那是我们白云县老百姓的福音啊。高书记和魏局长客气了，咱们既然是一个站好礼的同志，那就不用相互吹捧了。今天我让你们2位过来，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手里最新掌握的一条线索。说着，唐淑仪拿出了王优秀提供的那支录音笔。唐淑仪有选择性的只放了环卫局副局长张彪和他手底下那2名队长的嚣张言论。听完后，高阳和魏长河对视一眼，顿时脸色惨白。唐组长、王主任，让你们见笑了，这是我工作的失职啊。我一定深刻检讨过去的不足，另外在以后的行动里，我会拿出100%的干劲来，绝不辜负人民和党的信任。这些败类真是腐蚀人民的蛀虫啊！唐组长、王主任，你们放心，对于这些腐败分子，我们反贪局必将见一个抓一个，绝不留情。唐淑仪平静点点头，他敲打的目的达到了。高书记和魏局长能认识到以往的工作不足，那是难能可贵的。这样吧，以后对张彪和他手下人的贪腐违纪问题，就让王优秀同志全权负责，你们2位则负责配合。听着这话，王优秀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唐淑仪，这女人果然不简单，3言2语就能拿捏住2个地方上的实权大佬。同样的，也通过这件事树立属于她唐淑仪的组长威信，不得不服这个心思深沉、善用权谋手段的女人。随着唐淑仪分配完工作，高阳和魏长河立马就对王优秀拿出了实干精神来。王主任，我们什么时候行动？对于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分子，我们是一刻也容忍不了。事不宜迟，咱们下午就行动，先拿环卫局张彪开一刀。好，下午的行动我们全听王主任的指挥。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了。话音落下，2人都毫不拖泥带水的离开了酒店。
你刚刚给我提供的录音的确很关键，但也仅仅只是对一些小鱼小虾有用。至于杨海平那种级别的，单靠一段录音并不能对他造成实质上的重创，我们还需要另外取证。唐组长放心，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这杨海平的仕途也就到头了。可我现在头疼的是县委书记丁开磊的贪腐案。不得不说，高级知识分子一旦犯罪起来就很让人无奈。这丁开磊也太狡猾了，所有的事情他都没有直接参与，全都是在幕后指挥的。若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他完全可以自我开脱。而省委对丁开磊的贪腐案又比较重视，在半年内，上面必须要对丁开磊的贪腐案有个结论。眼下已经接近9月份，留给我的时间不足2个月了。想到这里，唐淑仪主动说道。千里香背后的老板，我已经暗中让人调查了，他的问题的确很大，但现在我们又不敢贸然拿他问话，就怕惊动他背后的那些保护伞。王优秀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日期，唐组长，今天星期5晚上，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或许会有用的发现。希望如此吧。好了，没别的事了，你先去忙吧，咱们随时电话联系。